咱们今天来聊一个新的品牌，可能大家没有太多听说过，叫做 Fluid。其实这个品牌也不算是很新了，他们成立至今呢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叫做 Fluid， 翻译成中文就叫流体、液体。但实际上他们的创始人 Kevin Zuccaro 呢曾经解释过，这个词在语境中呢想表达的是平滑顺畅的工作流程，因为他希望自己的设备呢能够在音乐制作的过程中帮助大家获得非常顺畅的工作的流程，帮助大家来创作音乐，而不需要太多担心设备的问题。Fluid 的这个品牌最闪亮的呢还是他们的监听音箱，他们的 FX 系列的 Coaxial 同轴音箱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在很多小的工作室或者是家用环境中，同轴音箱呢可以很大程度上带来更紧凑的清晰的声音，这个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风格或者是技术类型的音箱。而他们另外一款高端音箱呢 Image 2博取众长，非常的有意思，结合了很多家的优点，这个呢希望以后我们也会有机会评测。不过今天我们要讲的并不是他们的音箱，而是他们的 Fluid 的声卡、麦克还有耳机这一个创作的套装。当然这里边每一件都可以单独去购买，不过考虑他们呢来自于同一个品牌，而且产品价位和市场定位非常接近，都是针对于入门级的用户，那我们就一起来介绍一下。咱们呢先来说它的耳机，这个叫 Fluid Focus 32欧的阻抗，半封闭的设计，50毫米的钕磁铁单元，售价呢599，没错，这是人民币，这绝对是一款非常入门级的耳机。用料方面呢，基本全都是塑料，扭动起来呢会有一些声音。佩戴感呢，大概就是你能期待的这个价位的耳机该给你的感觉。我拿到它以后呢，使劲的拉扯了一下，我觉得从结实的程度上讲，能够被扭曲的程度上讲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了，这个价位的耳机你也不用太心疼，因为基本上就是用来工作用的。声音呢听起来比较平衡，中规中矩，比较清晰。但是它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亮点，就是会随耳机赠送一个 D-Sonic RealPhones 耳机校准的软件。虽然是 Fluid 专配的版本，但是确实呢可以给这个耳机增值很多，因为600块钱的耳机还要送一个音频校准的软件，可以给它的回放品质呢带来不小的提升。唯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声卡的输出阻抗比较高，比如说10欧以上，那可能你搭配这个耳机的时候听感不会特别的好。但是呢，说实话，这个价格的耳机在我看来就是用来做音乐创作，而不是监听或者是混音的。不要期待一个这个价位的耳机能给你特别好的准确的听感，你可能需要花几倍的价钱才能去追求那个阶段的品质。接下来 Fluid 的 Axis 大振膜晶体管麦克风，也就是前几天我发了开箱视频的这个，自带手提箱，配置了质量非常好的麦克支架，你能感觉到这个东西的质量相当的不错。然后配备它自己的图案的防喷网，以及一个5米长的麦克线。这个麦克本身是非常结实有分量，第一印象给人非常的好，售价呢2600人民币。老实讲，这个包装的架势确实让我觉得好像这个定价还是比较合理的。那声音怎么样呢？官方给出的频响曲线呢，直到 10K 的部分都非常的平直，而且比较多的强调中频和中高频。低频虽然没有消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抑制，在实际使用中呢，也基本上和我感觉类似。其实这个特点比较好的一点是，很多的时候你在一个小环境或者家庭录音的时候呢，可能低频会出一些问题，它稍微抑制一些的低频呢，反而会让你不用太多需要去低切。这个麦克上本身没有任何的低切之类的功能，它就是一个非常直白的心形指向的一个麦克，所以呢，从它默认的频响曲线来说呢，有时候不用低切，其实也还 OK。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来听几个声音。我们先来听一个箱琴的声音，没有加任何的处理的，也没有做任何低切或者均衡或者压缩之类的。OK， 我们再来听一下动态稍微大一些的。
对，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就是大动态下它拾取细节的能力。扫弦。像这种比较平直的麦克，你后期可以做一些均衡的调整，非常少的一些调整就可以。我几乎没有不需要用什么低切。压缩。对，非常的。它这个麦克本身的声音就是比较的平淡、比较平直的那种，属于感觉没有什么特点的那种。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个麦克能够比较通用，而且录制各种各样不同的题材，保留后期处理的空间的话，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我在这个地方很快的给大家做一个对比，跟 C214 对比。C214 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麦克风，当然比这个麦克要贵，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稍微的对比一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说话的片段，我们可以听一下。我来切换他们两个，没有任何的后期的处理。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麦克在人声上，也就是说话的时候的情况，看看说话的声音有什么样的区别。我感觉好像 XS 的频响曲线看上去要明显的平一些， C214 呢还是它那个经典的像 C12 方向的那种高频的提升，所以呢相比起来两个麦克应该有相当大的区别。不过呢我们可以后期来对比一下。从这个声音你能听得出来，在这个里面听 XS 的声音反而感觉好像中频人声的声音更明显一些， C214 听起来闷一些，是因为 C214 它的一个频响特点是它会很多的去突出特别 air 的部分，但是因为我的声音没有那么多 air 的部分，所以呢你听起来反而就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也能告诉你，不一样的麦克你看它的频响曲线的时候，你要结合你自己录什么样的题材。如果你录一个女生特别飘逸特别细密的那种声音，高频很多的时候， C214 可以突出某一种这种感觉，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题材反而不是很适合。我们再对比这个。你几乎就感觉好像这两个麦克的频响曲线是 XS 是这样平的， C214 录出来是这样的，就是中频挖下去一些，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尤其是在后边的古典吉他这种声音上能很明显的体现出来。先听 XS。对，录这种中频特别多的声音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好像 XS 这种中频比较平的，并没有挖或者是两端并没有推起来的麦克，录出来的声音反而更多一些。但是呢 C214 还是仍然是我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麦克，它的低频和高频能够如果利用好的话，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呢，总结这个麦克的特点，真的就是像我说的，非常的平直，而且低频你不用太担心，没有特别多的给你低频那种驻扎的感觉。老实讲，这个麦克的质量确实很超乎我的想象。这个东西现在我拿在手里，感觉我不知道有多沉，但是非常的沉。相对很多其他的麦克风来说，它的做工质量超级的结实，就是一个大金属托。OK，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声卡 SRI2， 这也是这三个产品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我可能也觉得是大家是最有需求的。首先要说的一点是，这个声卡做工跟这个麦克一样，非常的结实。虽然结实这件事情可能跟音质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第一时间你会觉得这个品牌做设备的态度，这个声卡用料非常的扎实。你在这个后面可以看到它的面板，这个金属的面板有多厚，所有旋钮的调整的阻尼都非常的细腻和充足。这一点尤其是你在用画放的这种增益的钮的时候就特别重要。有时候你只想增加1-2个 dB 的增益，非常微小的调整，你用这个旋钮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可以控制的特别的细腻。另外呢，它中间的这个音量控制旋钮我早就听说过，就跟传说中的一样，超级的平滑，非常的顺，
你可以特别精准的把它调到一个你想要的位置，而且有非常非常细致的控制。总之呢，从硬件方面确实是很不错。接下来我们来很快的过一下功能。前面板2个麦克的输入可以调成线性输入，或者是调成乐器输入。而且我发现它这个声卡的乐器输入还挺好，我不知道它内部的电路设计是怎么样的，但是感觉声音属于那种比较硬朗的风格，而且不会给人那种 DI 的阻抗不够或者比较低的感觉。这里我们听一下，它特别适合多一些失真的吉他的那种声音。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借用一下我们的老朋友 Neural DSP 的 Sodano 的这个音箱模拟，音色非常的出色。对，它这个声卡的 DI 直接进去以后，你找一个稍微输出多一些的吉他，出来的声音就非常的好。你可以不用它前级的这个增益，直接进去的信号就相当的不错。我感觉是因为它的线路里面的增益设计很有意思，即使你没有推前级的这个增益，它本身就有一点点那种像消波或者过载的感觉，所以出来的失真音色非常的好。你如果用这个声卡的 DI 搭配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插件 Sodano 的这个插件，我觉得或者是你可以用他们的 Mason 那个插件，我觉得出来音色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再听一个稍微的少一点失真的，那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用我特别喜欢 Tone King 的这个风格。这个你会发现 DI 的响应也很好。如果你是弹吉他的话，你是吉他手或者贝斯手，或者你用 DI 的这种的话，这个声卡上 DI 用起来还挺不错的，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好，而且延迟什么的你完全不需要去担心。此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是，你可以 bypass 它的麦克前级的电路，这是很多入门级的声卡都没有的功能。你如果用线性输入，直接可以进到它的 AD 的线路；如果你用外接的话放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进来，然后呢，直接进到 AD 的线路，不需要经过它前级的这个增益的电路，这一点其实很有意义的。此外呢，这个地方还可以把你的电脑声音跟输入的信号混合，可以让你呢直接进行实时的无延迟的监听，当然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这个很多的声卡上都有。右侧的耳放，官方没有给出任何的数据，但是我配合它这个32欧的耳机的时候呢，觉得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推力呢完全是绰绰有余，用的时候连一半都没有推过。如果是300欧的 HD 650的话，我也试过一次，差不多想开到一个合理的听觉的听感的话，差不多要开到2点3点钟的位置。不过对于这个价位的声卡来说，应该是相当 OK 了，你也不一定非得买那么高阻抗的耳机。这个声卡背后呢，设计很有意思，它给了你2对音箱的输出，你可以连接2对音箱来切换使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本身主力就是做音箱的，所以给了你这么一个功能。不过你可以想一想怎么可以把这个合理的利用起来。这个声卡呢，并没有数字输入输出的接口，但是对于这个阶段的人们来说，可能并不是很需要。我知道很多朋友连数字输入输出干什么都不知道。另外呢，稍微有一些遗憾的是，它这个声卡也面试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它驱动中呢，并没有支持 loopback 的功能。所以呢，总结一下 ，Fluid 这3款产品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个喜欢这个品牌，希望什么都能够用一个品牌的入门阶段的音乐制作人，甚至都不应该说是入门阶段的制作人。如果你希望有一个质量还 OK 的，不是那么贵的设备，不耽误你去做音乐，其实就够了。非常平价的耳机，素质相当不错的麦克，以及很扎实的声卡，够用就好，而且可以帮助你专心的做音乐。如果你可以去配合他们的音箱，感觉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做评测都容易钻进这个音质的牛角尖，似乎音质就是一切。但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个价位你的设备可以给你提供功能上的满足，使用体验上的满足，不给你的工作流程碍事儿，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就正如这个品牌的名字一样 ，Fluid 平滑顺畅就很好。所以呢，希望今天的评测视频呢，能够帮助你去了解这个品牌的产品，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呢，可以再给大家介绍更多他们的产品。好吧，感谢收看，下次再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